楚风。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顺声望去，公孙长老正在远处的天际之上，向楚风等人急速掠来。此刻，公孙长老满头大汗，脸色也是有些苍白，显然他也是自那丛林穿梭而过，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此刻的他却是满面喜色，来到近前后，先是长舒了一口气，就如同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能够落地了一般。楚风，你们没事，这实在是太好了。公孙长老笑着说道。公孙长老，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然而楚风等人对于公孙长老的出现却很是意外，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简单的说，掌教大人觉得有人要对你们不利，而那些人很可能就是韩家的人，他怕你们出现意外，所以便让我跟进来保护你们。谁曾想你们竟走得那么快，我没有追上你们，而那丛林又那么大，想找你们简直如同大海捞针，再加上其中有着不小的压力，索性我便不在丛林徘徊，而是快速的走出丛林，希望你们能够安然的出来，见到你们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看来此次倒是掌教大人多疑了，那9个黑袍人根本就不是韩家人，更不是来对付你们的。公孙长老道。公孙长老，这您可就说错了，我们可是遇到了那9个黑袍人，而他们也的确是韩家之人。王威低声说道。什么？你们遇见他们了？他们真的是韩家之人？那他们可有对你们如何？听得此话，公孙长老脸色大变，一抹后怕之容浮现而出。见状，王威则是淡淡一笑，随后凑到公孙长老耳边，以一种只有公孙长老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讲述起来。听得王威的讲述，公孙长老的脸色一阵喜一阵忧，一阵惊一阵呆，可谓要多精彩有多精彩。但是到的最后，他却是一脸难以抑制的喜悦笑容，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欣慰与赞赏之色，不由得走到楚风近前，拍着楚风的肩膀说道。楚风，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否则你们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是难逃其咎啊。公孙长老多虑了。楚风笑了笑，不对，楚风和王威能够通过此处，倒是情理之中。怎么，你们全部都通过了？突然，公孙长老目光一转，看着齐全的众位弟子，眼中不免多了些意外之色。公孙长老说起这件事，可还是要多亏了楚风师弟了。见状，王威再度向公孙长老讲述起来。好好好，真是太好了。而听得王威的讲述后，公孙长老更是激动的连喊了3个好，随后对楚风说道。为了让所有弟子都能通过那丛林，我南陵的历代掌教可是想过无数种对策，可是却都没什么效果，最终也不得不放弃，任由弟子自身的实力去接受那考验。可是想不到历代掌教大人都没做到的事，楚风你竟然做到了。你这一次不只是帮了他们几个，而是帮了我整个青木南陵啊。对于公孙长老的话，王威等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因为进入此处的人初步估计应该也有近万人，可是此刻穿过丛林的人一眼望去也不过100余人，就算后面还有很多人，但是当他们全部穿过丛林后，最多也就几余人而已，至少有一半的人难以通过那丛林的考验。这不只说明了那丛林的难度，更是说明了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轻松地度过丛林。可是楚风却告诉了他们这个方法，虽然这对于楚风来说只是很普通的一件小事，但是对于青木南陵，至少是后面的那些优秀弟子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公孙长老既然已经来了，那就与我们一同体验一下这神奇的远古仙池吧。突然王威说道。真是怀念上一次来远古仙池，还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的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几岁。一转眼将近200年的时间悄然过去，我已经从当初那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可是这远古仙池却一点也没变。公孙长老感慨道。公孙长老，原来您来过远古仙池，那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您要提点一下我们啊。见状，众位弟子一同问道。倒也没什么提点的，只是此刻远古仙池虽然近在咫尺，实际上却并未开启，有着一层无形的结界封锁着远古仙池，我们现在是无法进入其中的。公孙长老说道。什么？进不去？不会是还有考验吧？听得此话，很多人的脸上涌现出担忧之色。那倒没有，只是这丛林的考验时间未完整的1日，所以1日之后，这远古仙池的封锁结界自然会开启，那个时候也就可以进入其中修炼了。公孙长老解释道。这一刻，众位担心的弟子不由松了口气，随后一同问道。原来是这样，那公孙长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恐怕今日我们要在此处露营了，不过这也无妨，因为这远古仙池的夜景可是非常美的。公孙长老微微一笑，随后便选择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开始搭建结界房屋。见状，楚风等人也是过去帮忙，只不过就在楚风等人被逼到要在远古仙池外风餐露宿的时候，在远古仙池的另一端却有着一场宏伟的宫殿群。一座宫殿聚集着一大群人，这些人身材苗条，却气质不凡，有着尖尖的耳朵，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虽然与人类的外貌有着细微的差别，可是却也有着别样的美。而他们自然便是此处的主人——远古精灵。远古精灵有很多领域，他们的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5之圣土，而每个领域都有一个掌管者，这个掌管者叫做领主，这个领域的领主叫做南方领主。因为这座领地在远古精灵的世界被称作南方领地，南方领主实力很强，他的修为在半地境，但却绝非寻常的半地，境界高深的可怕。此刻他站在宫殿之巅，南方领域的所有远古精灵对他都是一脸的敬畏。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实力强横的存在，此刻却是面带和善微笑，看着一个年轻的远古精灵，并且以一种请求的语气说道：仙坤大人，这次可就全都拜托你了。南方领主这样说，您就显得太客气了。同为远古精灵，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何况只是触发一下远古仙针而已，
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算不上什么。这个远古精灵真的很年轻，与楚风年龄相仿，真的只是20出头而已。可是他的修为却远在楚风之上，竟然是一位五品武王。最主要的是，虽然同为远古精灵，可是他的衣着却是有些与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着一个特殊的标志，那标志是由特殊的植物编制而成，再加上那标志的颜色与他身上的绿色斗篷一样，所以常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远古精灵却知道那标志的重要性，这也是南方领主为何对这位年轻人如此客气的原因之一。不过也只是原因之一。至于另外的原因，那是因为这位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是一位天才，并且拥有触发远古仙针的能力。仙坤大人所言极是，但是我南方领域已多年未能触发远古仙针，说句不好听的，是给我远古精灵的脸上抹黑了。如今仙坤大人来此，若是能够成功触发远古仙针，那么在族内大会上面对其他领主，我也多少能够抬起头了。所以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一下仙坤大人，这份薄礼一点心意，还望仙坤大人一定收下。说话之间，南方领主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仙坤乾坤袋嘴角掀起了一抹满意的微笑，一边将乾坤袋收起，一边自信的道：放心，连王国内的那根金色远古仙针我都差一点触发，就别说你们这里的银色远古仙针了，这是自然。南方领主也是笑着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将目光透向了远处的远古仙针，眼中充满了期待。他很期待那远古仙针再次让绿色的雷电布满南方领域的上空。对了，公主呢？还没回来吗？突然仙坤问道。公主大人说她要自行感应远古仙华是否存在，不让我们的人跟随，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公主大人去了哪里。南方领主回道。公主毕竟还小，贪玩也很正常。虽说此刻仙池即将开启，有不少人类和妖兽混了进来，不过相信以他们那三脚猫的本事，还没人能伤到公主。只是从今日开始以及未来的3天内，来是远古仙池1年之中能量最浓郁的时候，竟让这些人类和妖兽享用，真是便宜了他们。仙坤有些不悦地说道。没办法，这毕竟是祖上留下的规矩，要怪只能怪人族当年的清玄天太强了，不仅击败了先祖，更是拯救了我们的族群，乃是我远古精灵的大恩人。所以时至今日，历代国王也是遵从着先祖与清玄天的约定。南方领主说道。已经让他们享用1万年，难度还不够吗？待得日后我成为武帝，得到大将军的称谓后，定会向国王提出不再让人类和妖兽享用我们的远古仙池，并且那些被人类占据的远古仙池，我也会亲手夺回来。话到此处，仙坤的眼中闪过一抹颇为霸道的狠色。对于南方领主与仙坤的谈话，楚风等人可并不知晓。在结界房屋构建好后，楚风等人便住了进去。因为公孙长老说在远古仙池内是很耗费体力的，所以楚风等人便早早入睡。次日天刚蒙蒙亮，楚风便被外面那一阵清脆的铃声吵醒。当楚风走出结界房屋后，发现此刻远古仙池之外搭建了无数座结界房屋。不过此刻自那些结界房屋之中，正不断走出各方人马。初步估计，经过1日1夜的时间，已有近4000人通过了那丛林。考虑到那丛林内的压力，这个数字已是相当不容易。也就是说，接近有一半的人成功通过了远古精灵的考验。但是令人颇感吃惊的是，这接近4000人中，有近2000是身心观的弟子，也就是说身心观的3000弟子大部分都成功的通过了考验，并且占据了通关人数的一半。终于要开始了。这一刻，公孙长老也走了出来，看着人群所汇集的方向，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几分。那里是铃声传来的方向，那里也是此刻人们汇集的地方，而那铃声自然是远古精灵的人发出的。此刻的他们正在向人们发着什么东西。那是什么？王威好奇地问道。好东西，过去领吧。公孙长老故作玄虚，也不解释，而是率先走了过去。来到近前后，楚风他们才知道，原来远古精灵还算厚道。在远古仙池开启之前，远古精灵给他们准备了特殊的药物。据说服用者药物后，在一定的时限内，能够让人们在远古仙池内更好的吸收远古仙池内的能量。不过虽说是药物，但实际上更像食物，至少闻上去很是美味。因为远古仙池只开放3天，所以每个人得到了3颗药物。站住，你个臭丫头，快把我的药还给我！可就在楚风等人打量手中的药物之时，远处突然传来阵阵呼喊。楚风清晰地看见一个小女孩快速地自人群之中穿梭而过，向楚风他们的方向疯狂地奔跑而来，并且这个小女孩手里还拿着东西，此刻正在拼命地往嘴里塞。楚风等人都认出那是远古精灵给他们发的药物。臭丫头，我看你往哪跑！那小女孩本想自楚风等人中间穿过，可是刚到楚风近前，一只大手便伸了出来，紧紧地抓住了小女孩的肩膀，将小女孩给扯了回去。突如其来的力道使得小女孩猝不及防，发出一声悦耳的惊呼。而这一刻，楚风等人能够看到抓住小女孩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子，他的修为不弱，乃是9品武君。最主要的是他的服饰，他竟是身心观的核心弟子。把我的药还给我！那弟子此刻满面怒容，抓着小女孩的后衣领，直接将小女孩提了起来，并且伸出手掌便准备去翻小女孩的衣服。他这是要搜身。对于这一幕，王威等人吃了一惊。别看这是个小女孩，可是看那样子应该也有12岁的样子。这个年龄你算是半只脚踏入了少女的边缘，所以女孩的身体多少已是有些发育，并且这个女孩长长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再加上那白皙若水的肌肤，一看长大后就是个小美人痞子。所以不管小女孩犯了什么错，这位身心观的弟子当众搜身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住手！不过就在男子的手掌
将要深入小女孩的衣服之际，楚风却是突然出手，一把的抓住了男子的手腕，制止了男子这过分的行为。给我松开！我的事不是你能管的！见尽有人阻拦自己，并且还是青木南陵的弟子，那身心观的弟子愤怒的脸上增添了一抹不悦，大袖一挥，便想将楚风甩开。可是谁曾想，楚风的手臂就如同钢铁一般不可撼动。尽管那位弟子已是非常用力，可却无法撼动楚风分毫。放开他！楚风平静地开口，但是那语气之中却含有隐隐威慑之意，并且这一刻，楚风的手掌已是开始微微用力，这使得那位弟子的手腕承受了极大的力量，甚至有一种手腕将要被捏碎的感觉情况不妙。那名弟子尽管心有不甘，但还是赶忙放开了小女孩，因为此刻在场的人很多，身为身心观的核心弟子，他可不想当众出丑。见状，那小女孩也是赶忙远离那弟子，躲在了楚风的身后，并且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的衣服，就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怯懦的惹人怜爱。这丫头你认识？突然有人问道。这并非是抓小女孩的那位弟子，但同样是参星观的弟子。身心观人数众多，此刻周围围观的人几乎一般都是身心观的人，并且无论男女，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都多少有些不善，并不认识。楚风摇了摇头，不管对方气势有多逼人，楚风依然平静如初，脸上没有一丝惧怕之色。不认识？你多管什么闲事？又有一名身心观的弟子怒喝一声，并且此刻越来越多的身心观弟子围了上来，看他们的样子是准备用气势压倒楚风。发生了什么？可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声音自人群之后响起。听到这个声音，身心观的众位弟子赶忙散开。而这一刻，楚风等人见到一个风度翩翩如同女子一般的美男子正自人群之中行来。当这个人出现后，身心观众人的脸上都涌现出了敬畏之色，可见他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而这个人，楚风等人见过，乃是身心观近年来最优秀的天才级弟子元清。元清师兄，这个丫头偷了远古精灵赠我的药，我本想讨回，可是谁曾想，这个青木南陵的弟子竟无缘无故庇护这个丫头。见状，那名被抢丹药的弟子赶忙向元清告状诉苦。听得此话，元清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只不过那眼中却有着明显的不爽。不过丹药罢了，我将我的给你，不要难为一个小丫头。楚风知道那丹药已经被小女孩吃了，所以直接将自己手中的3颗丹药递了出去。看到楚风手中的丹药，那弟子眼前一亮，伸手便要接。可谁曾想，就在这时，那元清却是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制止了他的动作，随后对楚风说道：偷了的东西还回去就算了，那天下间还有王法吗？那你想怎样？见对方竟不依不饶，楚风的眼中也是闪过了一抹不悦。这元清在别人眼中是天才，但在楚风眼中可不算什么。想怎样？偷了别人的东西，你还有理了不成？就是庇护一个小偷，你也敢如此硬气？当我们是身心观是黑蟒寨，能够任你欺负吗？见楚风竟然敢反驳，身心观的众位弟子皆显怒容，甚至有些人已经对着楚风释放出了隐隐杀意。元清小友，在下乃是青木南陵刑法长老公孙阔，这毕竟是个孩子，就算拿了你们的药，也是无心之失，不如给老夫一个面子，给他一个机会，不要与他计较了，如何？眼见大事不妙，公孙长老赶忙站了出来。既然这位长老都说话了，那这个面子我自然要给。不过这位长老，你们既与这丫头无关，又何必管这件事？您老应该清楚，闲事可不是那么好管的，可千万别因为匹夫之勇而害了自己。元清说完这番话后，便转身离去。见状，在那名弟子从楚风手中拿过丹药后，身心观的众人也是冷哼一声，怨念极深的看了楚风一眼后，这才纷纷散开。在身心观的人走后，公孙长老先是长舒了一口气，但仍是面带愁容的对楚风说道：楚风，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了。身心观的人可不好惹，虽然在此处有远古精灵的威慑，他们不敢对你如何，但是除了此处，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是你们日后都要拜入青木山，那个时候难免他会针对于你，再加上身心观在青木山内势力强大，若是他们真的对你怀恨在心，恐怕你在青木山的日子会不好过呀。公孙长老，青木山内可允许弟子随意相残？楚风问道。这个自然是不允许，不过青木山的弟子明争暗斗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尤其是核心弟子之间的争斗更为明显，所以青木山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孙长老说道，只要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就好，何况若是他们真因为这种小事便纠缠不休的话，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楚风没那么好欺负。虽然知道先前的举动可能得罪了一个大敌，但是楚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怕之色。希望如此吧。不过虽说我青木南陵衰败多年，但是在青木山内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假如他们真想对你不利，你最多是麻烦一些，但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危。公孙长老说道。那个小丫头去哪了？突然公孙长老看着楚风的身后，吃惊的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的瞳孔也是猛然一缩，脸上涌现出吃惊之色，因为他惊愕的发现那个本在他身后的小女孩竟然不见了，而对于小女孩的离开，他竟丝毫没有感觉到。你叫什么啊？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稚嫩而甜美的声音却突然自不远处响起，定目一望，正是那个小女孩，并且此刻小女孩正背着小手，迈着悠哉的小步向楚风走来。我叫楚风，你叫什么？楚风俯下身子笑着问道。原来你叫楚风，那好吧，楚风，谢谢你帮我，这个当作是我谢你的。小女孩将一个乾坤袋塞到了楚风手中，查探了一下乾坤袋内的东西后，楚风不由眼前一亮。当他回过神来之际，发现那小女孩正背着小手向人群之中行去。小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见状，
楚风笑着问道。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小女孩也是回过头来，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既甜美又有着些许调皮的笑容道：“我不告诉你。”话罢，小女孩便转过身去，蹦蹦跳跳地消失在了人群之中。看样子她心情不错，这个女孩似乎不太简单啊。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公孙长老的脸上布满了惊骇之色。那个小姑娘年龄那么小，却能从九品武军那里偷的丹药，这本就不正常。而先前又在我等权位察觉的情况下突然离开，这简直就是太不寻常了。何止不寻常，简直是堪称神奇。先不说她来自哪里，如此年纪应该修武不久，怎么能够通过那丛林的考验？事实上，不只是公孙长老惊叹，王威等南陵弟子皆是惊叹不已。因为事到如今，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发现，那小女孩与众不同，绝非普通人家的孩子。楚风师弟，那小姑娘给了你什么？惊叹之余，王威等人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手中的乾坤袋。对那乾坤袋内的东西，他们可谓好奇到了极点。公孙长老，你可知道远古精灵发给我们的丹药，若是服用多了，会不会有副作用？楚风并未回答众人，而是对公孙长老问道。副作用？当然没有。据说这个丹药服用的越多越好，怎么会有副作用呢？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就有一座青木山的附属势力，为了培养一位优秀的弟子，所有弟子都把自己那份丹药送给那位弟子服用，并且那位弟子的确收获极大，在远古仙池内就直接突破了。公孙长老说道。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楚风安然一笑，随后将手中的乾坤袋递给了王威，说道：王威师姐，给大家分了吧，每人30克。什么？听得楚风的话后，王威先是一愣，但是当他查看楚风递给他的乾坤袋后，他则是大为吃惊。原来那乾坤袋内全部都是远古精灵所发放的丹药，并且数量之多，足有近1000克。惊讶归惊讶，王威还是按照楚风所说，开始偷偷的分配丹药，而凡是拿到丹药的人，都是一脸的吃惊，随后又涌现出难以抑制的狂喜之容。不过在惊喜之余，他们又忍不住将目光投向楚风，并且在那目光之中还充满了羡慕之色。先前在楚风出手救小女孩的时候，他们还有些不理解楚风，毕竟对方可是身心官的人，但是现在他们却开始羡慕楚风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楚风救的小女孩非常不简单。的确，楚风因为救了小女孩而得罪了身心官，但是楚风却因为救了小女孩而结识了一个贵人。从小女孩的表现来看，天知道她的身后有着怎样的势力和人物给她撑腰，但是他们却觉得那一定是比身心官要强大许多的背景才对，否则怎么能够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小女孩？而如今楚风却成了这个小女孩的恩人，这叫他们如何能不羡慕？对于众人那羡慕的目光，楚风却很释然。他当时救小女孩只是看不惯而已，并没有想过太多。哪怕是现在，他知道那小女孩来历不凡，但楚风却没想过能在小女孩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先前他所做的也不过举手之劳。小女孩的这些丹药足以弥补楚风，所以在楚风心中，他们已是两不相欠。在王威等人分完丹药之后，还剩下不少，楚风留下了一部分，剩下的全部交给了公孙长老。公孙长老早就踏入了8品武王的巅峰，可是却迟迟未能踏入9品武王，就是因为领悟不到那么一点点，所以才无法突破。而远古仙池号称修炼圣地，其中蕴藏着许多修武的契机，所以说他如今来这远古仙池内修炼，可是也有着莫大的好处的，也许能够在这远古仙池内领悟突破的契机，就此成功突破到9品武王。公孙长老深知这一点，所以对于楚风的好意，他也没有拒绝，只是感激之余，他更加庆幸当日他在韩晴雨步步紧逼的时候，选择保护了楚风，因为这个年轻人值得他那么做。开启了封锁远古仙池的结界被打开了，我们能够到远古仙池之中修炼了。突然，人群炸开了锅，很多人都开始欢呼起来，定目观望。远古仙池的方向的确有着一阵波动，在那波动下方有一个缺口，显然那应该就是进入远古仙池的入口。封锁结界的确是打开了，不过只是打开了一个入口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算能够真正的进入那远古仙池之中了。结界一开，人们迫不及待一拥而进，毕竟只允许在远古仙池内修炼3日，这3日对于他们来说可是来之不易，自然要争分夺秒，不想浪费一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楚风等人也是走入了远古仙池之内。进入远古仙池，楚风发现远古仙池虽然很大，但是却并不深，至少外围并不深，并且别看远古仙池的水是5颜6色的，很是华丽，可是身在其中却又清澈无比，能够看到水底。这远古仙池的水底没有生物，也没有杂草，只是有着如玉如珍珠般的石头，将这远古仙池衬托得更加唯美。果然是出奇的。虽然楚风等人所在的位置只是边缘，但是楚风已经感受到一股特殊的天地能量，这股天地能量唯有在一些异物和奇物之中才能感受到。不过这里的天地能量可是非常柔和的，没有一丝狂暴的力量，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处修炼，将其吸收。楚风师弟，这丹药真的有用，服用之后我能够感觉到远古仙池内那特殊的力量了，你也快试试，这实在是太神奇了。王威满脸喜悦地对楚风提醒道。王威师姐，难道在服用丹药之前你感受不到此处特殊的力量吗？楚风问道。没有啊，没服用丹药之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是服用丹药之后却感觉到了一点不同了。王威点了点头，可是突然之间他的大眼睛突然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颇为吃惊地问道。楚风师弟，你该不会是没有服用丹药就已经感受到此处的力量了吧？然而对于王威的问题，楚风却是摇了摇头，他并未实话实说，并非他有意相瞒，而是因为他怕伤了王威的自尊，毕竟天赋这东西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差距，就像不是所有人
都具备楚风这样敏感的感应力，所以楚风知道他感受到的远古仙池从本质上应该就与王威等人感受到的有所不同。楚风是自身感应到的，王威却是通过外物的辅助才感应到的，并且他感应到的多半没有楚风这么深刻清晰。之后楚风也是装模作样的将那些丹药吞掉了一部分，虽然感觉上有一点点改变，但却并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楚风觉得这丹药的药性应该是可以暂时提高人的感应力，让人们感应到这远古仙池内的东西，从而进行修炼。而之所以这丹药对于楚风的效果小，那多半就是说明楚风的感应力已经很强，不需要这丹药来提高了，就算服用也起不到太大的效果。我的丹药没了，怎么回事？明明放到了乾坤袋内啊，我怎么找不到了？我的丹药也不见了，不是吧？我的也没了，谁拿了我的丹药？可是就在这时，周围有不少人开始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而四下观察，楚风等人发现那些丢了丹药的人起码有300余人，并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竟都是身心关的人，并且大多数都是先前围着楚风给予楚风施压的人。这一刻，楚风的嘴角不由微微上翘，因为想到小女孩送他的近1000颗丹药，楚风似乎明白了什么。不过相比于楚风，南陵的其他弟子却是难以抑制地笑出声来，并且那个笑声非常的贱，而怕自己的贱笑被身心关的人听到，他们又控制不住，所以只好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但他们越是这样，就越显得更贱。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就连公孙长老这位活了200年的前辈，此刻也是忍不住笑了笑。至于他们为何笑得如此开心，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些身心关的人真是活该。走吧，不要在此处停留，起远古仙池的中心，那里是通往远古仙池深处的入口，也是远古仙池的能量最浓郁的地方。若要修炼，那里乃是上上之选。突然，公孙长老提醒道。而听到公孙长老的话后，楚风等人也是发现，此刻除了他们以及那些丢失丹药的身心关弟子外，大部分人都在向远古仙池的中心游去。见状，楚风等人也不犹豫，而是跟随公孙长老一同快速的前行。所有人都在水中挺进，没有人选择飞行，因为仙池之内含有特殊能量，这真是人们所需要的，又怎么舍得离开仙池呢？而越是向前行去，楚风发现远古仙池越的池水越深，哪怕池水很是清澈，但是到了后来也已看不见底，尤其是来到中心区域之后，向下观望，竟然漆黑一片，就犹如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一般，让人看上一眼，内心便不由得开始发毛。不过哪怕如此，人们此刻还是在向那片区域游去，他们没人下潜，只是漂浮在水面之上。楚风等人也是来到了此处，虽然仍是在水面活动，但此处的特殊能量的确浓郁了许多。但是楚风也能够感觉到，那浓郁的能量是自下方涌来的，也就是说，那浓郁的能量来自那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也就是那所谓的远古仙池深处。不过就在众人都沉浸在这远古仙池中心所带来的美好感觉之时，楚风却在盯着那自远古仙池内延伸出射入茫茫白雾之中的庞然大物，那是远古仙针。这远古仙针在远方观望之时真的像是一根针，但是离近观望后，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它却再为贴切。不过这远古仙针很大，直径足有100余米，这绝非是凡物打造，就算无法动用精神力，但是只用肉眼来看也能看出这远古仙针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物体，并且在远古仙针之上还刻满了符咒与纹路，那是连楚风也无法解读的东西，想必定是在远古时期被人刻画上去的。不过人们修炼的时光过了没有多久，在远古仙池的另一侧的天际上便隐隐传来阵阵轰鸣，而抬头观望，楚风等人发现一个似是莲花般的物体正浮空而来。虽然它的形状很像莲花，可是它的体积却不小，准确来说更像是一座特殊的战船。那莲花战船上面站着大概600个远古精灵，他们如同其他远古精灵一样，皆是身披绿色的植物斗篷，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容貌，分不出男女，也看不出实力。但是眼下战船的前端则是站着2道身影，并且其中一个已是发出了苍老而有力的声音：你们所在之处乃是远古仙池深处的入口，不出半个时辰，远古仙池深处的力量就要外流，那个时候你们所在的区域将是远古仙池能量最浓郁但也是最危险的区域，若是想活命的就速速退开，但若是有谁想挑战远古仙池的力量以取得更大的收获，那就继续留在此处。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远古仙池的力量外流很是凶猛，曾经有人抵挡不了，当场毙命，所以我劝你们量力而行，不要因为一时的逞强而丢掉性命。远古精灵此话一出，大部分人都开始疯狂地向外游去，尽快离开这个区域。一时之间，近4000人所在的区域就只剩下了几百人。楚风师弟，你真的准备挑战远古仙池的深处吗？王威见楚风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有些担心地问道。既然来了，若不是试一试，我会有遗憾的。楚风面带微笑，却又一脸的决然。楚风借用远古精灵的一句话，量力而行，千万不要逞强。见状，公孙长老说道。长老放心，楚风有分寸。楚风说道。看着楚风那自信的模样，公孙长老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对着王威等人挥了挥手说道：走吧，楚风能挑战此处，你们恐怕还不行。话罢，公孙长老便率先向外围游去。而连公孙长老都这么说了，王威等人自然也不好再多劝什么，在看了楚风一眼后便纷纷离去。他们心里很清楚，就如同公孙长老所说，这里楚风能挑战，他们可不行，所以他们没有人敢在此处继续逗留，把所有的期望都留在了楚风的身上。尽管有些担心，但是他们却也期望着楚风能够抵挡住此处的压力，为青木南陵争光。因为如今的楚风
已不仅是司空摘星眼中的希望，而是青木南林所有人心中的希望。快看，那不是青木南林那小子吗？他竟然也有胆量挑战远古仙池深处。一时之间，那远古仙池中心的人影少了大半，剩下的人倒也好辨认了许多。有参星观的弟子发现楚风并未离开，便不由得一阵冷嘲热讽起来。不管他们的长老对青木南林的态度如何，但是在这些弟子心中，却是发自内心的看不起青木南林。这种看不起根深蒂固，再加上之前楚风与他们有过小冲突，所以此刻自然不会放过讽刺楚风的机会。真的是青木南林的弟子，那好像还是之前骂了黑蟒寨寨主的那位。青木南林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挑战此处了吧？这位弟子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啊！身心观的人故意喊得很大声，所以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只不过当发现是楚风之后，在场之人却并没有如同身心观的人一样嘲讽楚风，相反还有些期待。因为自从黑蟒寨的事情后，人们对楚风就有些刮目相看，觉得这位弟子与众不同。再加上先前与身心观的冲突和挑战此处的时候，楚风带给人们的只有越来越深的好感和期待，并没有丝毫的厌恶与看不起。而就在这时，在莲花战船之上，那位与发化老者并排站立于战船之巅的身影突然一跃而起，跃入了远古仙池之中。在此之后，战船之上的600道身影纷纷一跃而起，落入了仙池之内。他们的速度很快，但落水之时却并未溅起一滴浪花，就如同他们本就与这远古仙池之内的水是一体一般，轻柔而唯美，让人惊叹不已。这一刻，战船之上便只剩下了一道身影，就是先前那位讲话的老者。此刻的他并没有下水的打算，而是看着下方的人群说道：我知道在你们人族与妖族之中流传着关于远古仙针的事情，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些，觉得这是我远古精灵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是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这件事是真的。远古仙针的确可以通过触发而释放雷电，布满整个远古仙池的上空，并且根据触发的人选不同，雷霆的颜色也是不同。竟是真的吗？听得此话，人群之中顿时沸腾了。虽然对于远古仙针之事已经流传好多年，但是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假的。而今日远古精灵竟再度确认了这件事，这使得本就相信的人此刻更为相信，那些不信的人也是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事实上，此刻许多在仙池之内的人已经开始热血沸腾，尤其是元清、秦广，对着自己有着一定自信的人，他们的脸上更是布满了迫不及待。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为人族和妖兽争光，而是只要能够触发远古仙针，他便可以成名，从此未来的道路就将更加光明。我知道你们人族和妖族都很想触发一次远古仙针，尤其此刻更是有些迫不及待。我可以告诉你们触发远古仙针的方法，只要潜入到远古仙池的最深处，在那里坚持的时间久一点，就可以触发远古仙针。若是我远古精灵以及人族一族全部都到达最深处，那么就看谁坚持的久，谁在那里面坚持的越久，那远古仙针便将被谁触发。方法告诉你们了，能不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就看你们自己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们，远古仙池深处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的，死在那里面的人可不在少数。等下仙池深处内的力量将会外流到水面之上，你们先感受一下，能够坚持过半个小时的再向下深入。不过越是深入，力量越强，你们最好量力而行，否则出个3长2短，我远古精灵概不负责。那远古精灵说道。然而他的话音落下没有多久，在楚风他们所在的水域下方便传出了颇为怪异的声响，并且很快的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气泡自下方飞涌而来。终于那气泡冲击到了水面之上，而这一刻楚风等人所在的水域便如同开水一般开始沸腾起来，并且很多人的脸上都涌现出了痛苦之色，甚至有些人赶忙纵身而起离开了那个水域。因为此时此刻那片水域内出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那个压力非寻常人能够忍受，而这便是远古精灵所说的远古仙池深处的力量。这一刻除了少部分人不凑热闹，而是抓紧修炼之外，大部分人都停在原地，将目光都投射在了楚风等人的身上。他们很想知道究竟能有多少人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坚持半个时辰，而这些人又都有谁？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显得是如此的漫长，尤其是对于在那水域之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这种情况之下，不断有人离开那片水域，有的赶忙游出水域，有的干脆腾空而起，也有的坚持不住却还要死撑，最终口吐白沫昏死过去，被人救了出来。终于半个时辰过去了，当时留下的500余道身影，此刻竟只剩下了25道身影。这25道身影之中，有5位是妖兽，至少眼下也有5位已经化作了妖兽的形态。虽然这个形态有些丑陋，但是往往本体才是妖兽的最强状态。至于剩下的20人，其中10位都是身心观的弟子，这个数字再度让人们确定了身心观是这方区域霸主的存在，以及难以动摇的地位。而除了身心观的弟子外，还剩下10人，这10人则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轻的出自名门，年长的也是成名的高手，但是却有一个另类，那便是楚风。那青木南林的弟子竟然坚持了下来，不可思议，难怪司空长教会那么庇护于他，原来此子非寻常之辈啊。剩下的25道身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眼下最受人瞩目的却是楚风。青木南林弟子的身份让人们为之吃惊，至少在此刻，议论楚风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轮元清以及秦广的人，这使得参星观的弟子们大为不爽，尤其是那元清以及秦广，眼中更是闪现出了丝丝寒意。尽管楚风等25位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焦点，甚至被认为是天赋绝佳之辈，但是比之远古精灵却又相差巨大。因为远古精灵进入远古仙池的
足有600余人，而这600余人眼下竟没有一位离开，全部承受住了来自深处的恐怖压力。远古精灵好厉害，竟然没有一人离开那片水域。见到这一幕，有些人习以为常，似是早有预料，但如同王威这些人却是满面震惊。据说远古精灵本就是远古仙池孕育而出，远古仙池会排斥其他物种，但怎么可能排斥这些自己孕育出的人呢？公孙长老解释道，远古仙池孕育而出的。公孙长老，这远古精灵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啊？王威等人好奇地问道。然而对于王威的等人的问题，公孙长老却是摇了摇头，随后说道，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谜，说法很多，但却没人能够确认哪种说法才是真的。而就在这时，远古精灵突然身子一翻，如同鲤鱼一般，以那优美的弧线扎入了远古仙池之内，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潜入了那黑暗无边的远古仙池深处。在此之后，元清、秦广等人也是纷纷身子一翻，如同远古精灵一样，开始向远古深处下潜。只不过除了元清和秦广之外，却没有一个人的速度能够与远古精灵媲美，甚至有些人刚刚下潜便马上钻出水面，脸上布满了吃力的表情。最终抵挡住那外流压力的25位，只有20位成功下潜，并渐渐深入，并且很快的便又有人坚持不住，赶忙从那水中游了回来。但也有人徘徊在一定的水位后，便不再下潜了，而是停在原地，盘于水中修炼起来，因为那是他能够承受的范围，在那里修炼远比水面要好得多。此时此刻，20位能够继续下潜的已不超过10人，而楚风便低调地位于这10人之中。楚风的下降的速度不快，甚至有些缓慢，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远古仙池内的压力的确非同凡响，越是向下潜入，那压力便会越强。不过实际上，这样的压力对于楚风来说并不算什么，他完全可以更快，至少可以比元清和秦广要快，甚至可以比远古精灵还快。而他之所以如此慢，那是因为他要保留体力，他要循环渐进，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不同压力的变化，这样才能让他坚持得更久。他知道这远古仙池很深，到达底部的路还有很长，根本不是急于求成便可以的。在这种地方，循环渐进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随着不断的下潜，楚风身边的人开始与楚风拉开距离，他们都无法承受深水处的压力，而楚风却依然轻松的。如今楚风已经进入了那漆黑的地带，抬头观望已看不见一丝光芒。在这个地带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并且有着恐怖压力的干扰，哪怕楚风是修武者，在这种地方也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好在楚风不是寻常的修武者，他还是一名戒灵师，并且楚风不是一位寻常的戒灵师，他是掌握着天眼的戒灵师。所以当楚风动用天眼之后，在他视线的500米范围内，所有事物都是清晰可见。楚风发现如今他所在的水域应该是已是远古仙池的深处，因为在水域上方只有一小部分水域有那种恐怖压力，并且像是一个通道一般绝不外流。但是眼下他的四面八方乃至方圆数万米内却是充满了那恐怖的压力，当真是有些阴森恐怖。不过因为楚风一直笔直下潜，所以那远古仙针就在楚风的不远处，这让楚风知道他并未迷路。那是什么？可是突然之间，楚风又是眼前一亮，他竟在这连杂草都没有的水域之内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那生物不过萤火虫大小，但却是全透明状，无色无味，甚至没有丝毫的气息。若不是天眼之下，恐怕楚风也未必能看到这东西。此刻那东西正自楚风身前漂浮而过，淡定从容，丝毫不将楚风放在眼中。趁其不备，楚风突然出手，直接将那东西抓入了手中。而令楚风吃惊的是，那东西入手即化，变作一股能量体，自楚风的掌心钻入，最终进入楚风的丹田之内。这个小东西竟蕴含着这么浓郁的天地能量。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不由神情一变，大吃一惊，因为那个神秘生物简直就像是天地能量所化，它所带来的天地能量可远比流淌于这远古仙池之内的天地能量要浓郁得多。奇异之处必有异物，此处如此神奇，有这种东西也不稀奇。再仔细找找，若是找得多，说不定你能够突破到武王境。这一刻，就连沉默许久的蛋蛋也是忍不住开口了。虽然这东西蕴含的天地能量很多，但是如今我已是9品武军，想要突破武王，需要的修炼资源也实在太恐怖了一些。就算这东西还有，但也需要很恐怖的量啊。楚风摇了摇头，你管那么多呢？有多少你抓多少就是了。贝，你来这是干嘛的？不就是为了修炼的吗？难道是为了触发那远古仙针？触发那东西有个屁用啊，能给你什么好处？蛋蛋有些不耐烦的道。遵命，小的这就去找。见蛋蛋发飙，楚风也不敢再感慨，而是身形一纵，开始四下寻找起来。但是令楚风无奈的是，在这个水域寻找了接近半个时辰，但却只找到了3只神秘生物。无奈之下，楚风只得继续下潜，希望深处的水域这生物能够多一些。而果然如同楚风所料，向下深入之后，那神秘生物的确多了起来，这让楚风增添了不少信心。如果说真压力越大的地方，这生物越多的话，那么在这远古仙池的最深处，也许真的能够获得让楚风突破到武王境的能量。这次是要发财的节奏啊！突然，楚风的眼前一亮，脸上涌现出狂喜之色，因为在他的前方竟然有着一群神秘生物，初步估算起码有几百只。见状，楚风赶忙掠上前去，想要将这些神秘生物尽数炼化。可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那生物竟然如同具有了灵智一般，见楚风靠近，竟然急速窜动，最终合为一体，化作了一个近1米长的鱼形生物，宛如利剑一般向深处扎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有点意思，不过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虽说
楚风本想保留体力，不想在这种地方消耗太多力量，毕竟他打算潜入这远古仙池的最深处。可是面对这么一大波神秘生物，楚风怎能放过？突然，楚风脚下狂风大作，一种奇妙的步伐连连踏出，楚风速度不仅瞬间暴增，姿势更是优美而至极，似是一条蛟龙，勇往直前，霸气无比。在如此速度之下，楚风渐渐地靠近了那些神秘生物。突然，楚风速度再次加快，手掌弹出，便化作闪电，一把抓了过去。只不过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手抓下之际，那神秘生物竟然突然散开，并且在散开那一刻，速度也是攀升起来，瞬息与楚风拉开了距离。所以这导致楚风手掌握紧之际，只有35只神秘生物被楚风抓住，并且直接化作天地能量，融入了楚风的身体之中。虽然低估了这神秘生物的能力，但楚风却也有着后手的。如此距离之下，楚风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化作金灿灿的铜墙铁壁，将那些神秘生物全都封锁了起来。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那些神秘生物竟然无视楚风所凝聚的结界，纷纷自结界墙壁穿透而过，根本不受丝毫的阻隔。这东西竟然能够无视结界！见到这一幕，楚风不由吃了一惊，随后他赶忙继续追赶，并且施展出了一种武技。那武技不是非常凶猛，但是杀伤力可是不弱。楚风瞄准一点，对准了一道神秘生物释放而出。可是当武技击中那神秘生物之时，武技竟然自那神秘生物的身上穿透了过去。好厉害！看来这东西只能徒手来抓了。这一刻，楚风不仅没有因为这神秘生物的棘手而忧愁，反而在其脸上涌现出了兴奋之色。他觉得这神秘生物越是奇异，越说明他们不凡，因为每次抓到的瞬间，神秘生物都会突然提速，与楚风拉开距离。在这种情况之下，楚风与这些神秘生物开始了追逐战。不过好在楚风实力不弱，只是短短片刻便将那几百只神秘生物一网打尽。若是换作同等修为的人，恐怕早就被那神秘生物甩开了。在此之后，楚风又继续下潜，而遇到的神秘生物也是越来越多。最终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单体的神秘生物往往没有智慧，伸手就可以抓到，他根本就不怕你，当然也躲不过你。但是群体的不仅有智慧，而且还有手段，总之逃跑的飞快。最主要的是，群体的神秘生物可不仅仅蕴含着天地能量，还蕴藏着关于修武意图的契机。这种契机对于修武者来说，那可是比天地能量还要珍贵的多。因为往往很多人修为积蓄已久，但冲击境界却常常失败，就是因为他无法领悟这种契机。修武意图没那么容易，尤其冲击境界的时候，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一念定成败，半步都不能错。所以总体而言，这群体的神秘生物作用更大。尽管楚风的领悟力奇高，但却也不介意多领悟一些这修武的契机。此刻在远古仙池的某处盘踞着两道年轻的身影，他们双手打着手印，双眼闭目养神，正在修炼。而这两位不是别人，乃是身心关的两位天才元清与秦广。二人本在专心修炼，可是突然之间听到上方的水域似乎变得不太安宁起来，于是二人那紧闭的双眼同时猛然睁开。而当他们二人的双眼睁开之际，两道耀眼的光芒也是自二人的双眼释放而出。那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能够让他二人在这样漆黑的环境下也能够看清一些东西。那是这一刻，二人的眼中不免涌现出了意外之色。尽管他们的视力有限，但还是能够隐约看到，似是有人正在急速下潜，速度之快简直让他们也是有些惊叹。可是远古精灵的人全部都下潜了，至于那些一同经受考验的人们，也早就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会是什么人能以如此速度下潜而来？此处的压力有多强，他们很清楚，绝非寻常人能够承受的。那人不仅承受住了，而且还能如此快速的下潜，这让他们意识到那来者绝对不简单，竟然是他。不过当他二人看清那来者之后，却是不由得面容大变，眼中涌现出了无比吃惊的神色，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位以惊人速度下潜的人竟会是楚风，并且此刻楚风的动作非常怪异，竟然探出双手胡乱摆动，似是在抓什么东西。可这水域之中明明什么都没有，所以楚风这样的举动倒像是疯子一般，令人摸不清头脑。本来还想等离开此处再收拾你，想不到你竟然送上了门。楚风，今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在那一瞬的吃惊之后，元清的眼中突然涌现出浓郁的杀机。此处压力极大，死在这里的人可不在少数，就算他们杀了楚风，也没人知道是他们做的。所以说本就对楚风很是不爽的元清，已是决定让这里成为楚风的葬身之地。而当见到楚风的那一刻，秦广也是心领神会，隐隐之间将自己的气息释放而出，准备将楚风阻拦而下。实际上秦广与楚风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恩怨，但是他不喜欢青木南陵，而楚风不仅是青木南陵的弟子，还有着如此天赋。若是真的让楚风继续成长下去，那么青木南陵恐怕要崛起。若是青木南陵崛起，那么他们身心关的地位也将要受到打击。所以处于种种考虑，他也是不会让楚风活着离开此处的。滚开！可是谁曾想，对于二人的阻拦，楚风不但丝毫不惧，反而怒喝一声，霸道无比，就如同在呵斥两个街边的路人一般，完全没将他们两个放在眼里。对于楚风的反应，元清与秦广皆是大怒。可是令他们万万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准备对楚风动手的时候，楚风竟突然加速，如光一般穿越而过，自二人的身旁掠了过去。这小子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对于这一幕，元清与秦广都被惊呆了，当真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被惊得彻彻底底。看什么看，还不快去追！但是很快的，元清又对着秦广大喝一声。见状，
秦广也不怠慢，意念一动，他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化。本是人类的皮肤，竟然长出道道灰色的鳞片，甚至在他的手上还有头上长出了大小不一的尖角，就连体型也是增大了几倍，已是化作了丑陋无比的妖兽。别看秦广的体型变大了，可是他的速度却变快了。当他身形移纵之际，竟然不逊于楚风，真的对楚风追赶了下去。眼见着楚风与秦广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内，袁清的脸上则是布满了不安。先前狠话已经放出去了，若是杀不了楚风，楚风离开此处后去乱说，难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不过可惜，因为他的承受力有限，这个水位已是他能够下潜的最大限度，若是再下潜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秦广的身上。因为秦广是妖兽，并且是一种拥有特殊血脉的妖兽。据说秦广所在的妖兽种族是在一种被污染的水中繁衍的，所以他们的种族外貌有些恶心吓人，可谓怪异至极，但是承受能力却极强，不仅身体素质极好，这水中更是他们的天下。不对，那下方的压力连我都承受不了，那个家伙竟然做得到的，莫非他的天赋比我还好？突然之间，袁清的目光一闪，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神色。远古仙池，黑暗无边的深处，两道身影飞速掠过。秦广身如巨兽，样貌丑陋，但是他在水中的速度奇快，似是一把巨大的利剑，荡起道道波浪，直入水中深处。而楚风的挺进方式却与秦广完全不同。如果说秦广似是远古的鱼类，水中的兽类，乃是标准的游泳式下潜，那么楚风的方式则更像是一位真正的修武者。此刻楚风脚步奇快，每踏出一步，脚下都会荡起一阵涟漪，随后身体急速前移，一步接着一步，提速接着提速。他根本不像是在水中下潜，更像是奔走于黑暗的天际，潇洒而自然，轻盈而霸气。只不过不管二人是何种挺进方式，但二人的速度皆是很快，并且相差不多，这导致秦广始终与楚风保持着那个距离，甚至还会渐渐地拉开距离，看着那手臂来回舞动，像是疯了一般，不知道在抓什么，根本无视于他的楚风。这使得秦广大为震怒，不由得开口辱骂道：青木南陵的废物，有种不要跑，给老子站住！妈的，你他娘的抓什么抓？捞泡泡！我跟你说话呢，你听不见吗？狗日的你个懦夫，窝囊废，胆小鬼，连回答老子的勇气都没有吗？眼见楚风对他不予理会，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这使得秦广越来越觉得窝火，并且越骂越激烈。身为身心观数一数二的天才，他何时这样被人轻视过？尤其是眼下他是在追杀楚风啊！这楚风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胆怯的情绪也就罢了，竟然完全不鸟他，而是做着那怪异的动作，当真是让他觉得颜面无存，难以容忍。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加快速度，已经将自己的速度提到了极致。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哪怕如此，却仍追不上楚风，始终保持着那样一段距离。我知道了，你这个废物拼命地逃跑，是要找远古精灵他求助吧？你这个废物，就这么点出息？你之前与我身心观弟子对峙的气势呢？多管闲事的勇气呢？到了动真章的时候你就怂了。不愧是青木南陵的弟子，你果然是废物中的废物，没有那个刑法长老给你撑腰，你就是一个只会逃窜的胆小鬼。无奈之际，秦广只得继续辱骂。他这看似是激将法，但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真的很担心楚风去寻找远古精灵求救，那样一来他杀不了楚风是其次，可能就要惹上麻烦了。可是突然之间，楚风却猛然止住了身形，不再继续前行，而是站在了原地。见状，秦广也是赶忙止住前行的身子停了下来，因为楚风停得太过突然，让他有些猝不及防，甚至他有些迷茫，因为他想不通，自己已经明目张胆地说出自己是来杀楚风的，并且他也认为楚风一直向下潜入是准备向远古精灵求助。可是现在这是个什么情况？而最让吃惊的是，楚风不仅突然停下，此刻还缓缓地转过身来，以一种质问的口气说道：你刚刚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对于楚风这突如其来的反问，以及那处事不惊的面容，甚至有着丝丝怒意的目光，秦广也是不由内心一颤，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发慌。这种感觉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没有理由惧怕楚风才对，所以他咬了咬牙，一脸讽刺地说道：妈的，你这是吓唬我吗？我告诉你，老子不怕你，别说再说一遍，就算再说100遍，老子也敢！你他妈的废物！然而秦广话音刚落，楚风却是面容大变，与此同时猛然移动，脚下光芒闪烁之间，楚风如光一般飞掠而来，只是眨眼之间便掠到了秦广的近前，并且楚风的手掌已然探出，如同鹰爪一般向秦广的脖颈抓来。这个家伙对于楚风突如其来的攻击，秦广毫无预料，尤其是那攻击的力度更是有着致命的气息。一时之间，秦广方寸大乱，面容大变，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只有区区9品5军的楚风竟敢向他这位2品武王动手，并且有着如此可怕的气息与杀伤力。吃惊归吃惊，可秦广毕竟不是简单的角色，所以眼见事情不妙，秦广身上的鳞片猛然张开，一股狂暴的冲力便自身体的毛孔释放而出。这股冲力非常的强，不仅使得他的身体向后突窜，更是向楚风压迫而去，乃是秦广所在的种族独有的一种逃生手段。然而哪怕是如此，楚风的速度却也丝毫不减，任凭那压迫之力在自己的身上肆虐，吹得他的长发狂魔乱舞，衣衫猎猎作响，可他却如同一个势不可挡的战神，依然在向秦广飞掠而去。终于二者近在咫尺，而楚风的手掌也如利刃一般，扑哧一声插入了秦广那粗大的脖颈之中，脖颈被穿透，这使得秦广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并且此刻他的眼中充满了震惊与不甘，以及恐慌与后悔。
甚至连那巨大的身躯都开始颤抖起来。因为在这一刻，他总算明白了，为何楚风并不惧怕于他。原来楚风竟然拥有着在他之上的实力。可是在此之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青木南陵的废物会有着这样的强大到连他都没有还手之力。感觉到那自楚风掌心散发而出的力量，曾宛如游蛇一般游进他的全身各处，将他的所有力量封印，将要置他于死地之后。秦广心灰意冷，他无法与楚风抗衡，这样下去他会死，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便死在楚风的手中。现在你应该知道谁是废物了吧？看着那体型巨大，先前还对自己大声辱骂，可是此刻却如同小鸡一般被自己抓在掌心，眼中满是恐惧看着自己的秦广。楚风的嘴角衔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突然，楚风的掌心猛然握紧，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秦广那巨大的肉身便爆炸开来，一层血红色的血水以及那残肢断臂，如同暴雨梨花一般四下飞舞。然而就在那血肉扩散之际，一道淡淡的蓝光却如离弦之箭一般爆射而出，向远古仙池下方急速的飞掠而去。不好！对于这样一幕，楚风有些猝不及防，随后不敢犹豫，身形一纵，便赶忙追赶过去。因为那道蓝光乃是秦广的神识，秦广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神识不但躲开了楚风的攻击，更是趁其不备逃脱而去。此刻，秦广顺着远古仙针飞奔下，明显是要向远古精灵求救。若是远古精灵相信他所说的，那么按照远古精灵定下的规矩，楚风就要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哪敢迟疑？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死，搞不好青木南陵的众人也都要被他牵连。激动之余，楚风释放出雷霆铠甲，使得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1品武王，并且施展出了青龙疾行术这一秘技，拼尽全力要抓住秦广的神识。不过楚风还是低估了秦广，那秦广的实力虽然只是2品武王，并且在肉身还在的时候，速度也是不及楚风，但是当他的身体失去，化作神识之后，实力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有所加强。至少他此刻的速度快得有些难以置信，哪怕是如今的楚风，也只能是与他保持眼下的距离，一点一点的靠近，却很难快速的追上。这使得楚风不由得担心起来，因为他们下潜这么久，就算距离远古仙池的最深处还有一段距离，恐怕也已是不远。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会遇到远古精灵，那样一来，也就大事不妙了。不过，真是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就在楚风期望远古精灵的人马不要出现，能让楚风有时间抓住那秦广的神识之际，前方突然出现了几十道身影，那几十道身影皆是身披绿色的袍子，不用多想也知道，那肯定就是远古精灵的人。见到这一幕，楚风则是赶忙止住身形，不敢继续追下去，而秦广则是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疯狂的大喊：“救命！救我！青木南陵的弟子楚风要杀我！”这秦广很是机警，他没有盲目的呼喊，而是直接报出了楚风的名字，让远古精灵第一时间知道是什么人要害他。此刻，那几十位远古精灵的人本在闭目修炼，而听到秦广的呼喊后，便猛然睁开双眼，向上观望。他们的双眼明亮，显然掌握特殊手段，在这里黑暗的地带也有可视的能力。一切来得太过突然，而可是距离又是有限。既然楚风能够看到远古精灵，那么远古精灵就一定也能看到楚风。这一刻，楚风愣在了原地，他没有直接逃跑离开，因为他的模样已经被看到了。这个时候逃跑已经没用。救命！那个家伙要杀我！他是青木南陵的弟子，他叫楚风。秦广已经来到了那些远古精灵的近前，眼下的他并非是人类的形态，而是妖兽的形态。但是与之前的他又有所不同，而是一个人类大小的妖兽形态。这样的他看上去虽然丑陋，但却有些薄弱与可笑。之前的狂傲与气势消失得干干净净，尤其是当他向远古精灵求救之际，更是显得有些可悲。而远古精灵看到秦广后，远古精灵却没有太大的反应，而是平静地说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听你一人所言。上面那位下来，你们两个一起把经过说一下，谁是谁非，我们自会定夺。”听得远古精灵这样一说，楚风则是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了一抹警惕之色，因为他觉得远古精灵的反应有些太过平静，平静的有些诡异。但不管如何，楚风还是听从他们的话，身形一动，潜了下来。楚风不走，是因为他不想牵连其他人，而他敢不走，那是因为他还有着一定自保的把握。所以，别看远古精灵有几十位，但是楚风猜测他们应该是年轻一辈。既然能够停在这种地方修行，说明他们没实力继续下潜。这2点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算这些远古精灵很强，但也不会太强，至少楚风还能应付才是。所以楚风想看看这些精灵究竟要怎么处理此事。诸位大人，我说的千真万确，没有半句谎言。这小子是青木南陵的弟子，嫉妒我身心官比他南陵势力大，便痛恨我们，所以趁我在修炼的时候偷袭于我。你看我现在连肉身都没了，全都是拜他所赐，还望诸位大人给我一个公道。秦广上前解释道：“肉身都没有了，还活着干嘛？倒不如直接死了算了。”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身前的一位远古精灵突然出手，竟然直接抓住了他的脑袋，并且一层凶猛的武力也是如同包围网一般，将秦广的神识束缚。这一刻，那远古精灵的气息也是散发而出。3品武王，这位远古精灵竟是一位3品武王，并且战力非同寻常。你要做什么？见到这一幕，秦广顿时就傻眼了。这种情况，连傻子都能看出不妙。记住，远古精灵不会允许其他生物下潜到这个水位，因为这里的力量你们不配享受。话罢，那远古精灵手掌一颤，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秦广的神识便粉碎开来，竟被那远古精灵抹杀了。见到这一幕，楚风不由神色一动。这一刻，
他似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天才都消失在了远古仙池深处，原来并非单纯的无法承受此处压力，还有着人为的原因。不，并非人为，而是远古精灵所为。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在将秦广抹杀之后，那位远古精灵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与此同时，其他远古精灵早就将楚风团团包围，害怕楚风逃走。只不过令那些远古精灵颇为意外的是，眼见着秦广被杀，并且自己也是插翅难逃，楚风的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恐慌，甚至在其嘴角还衔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那笑意越来越浓，到的后来楚风竟然哈哈大笑，并且笑得越来越大声。你笑什么？楚风这样的反应，远古精灵有些不解。我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杀人灭口，毕竟你们与我无冤无仇，但是现在来看，倒是可以放手去做了。楚风收起大笑，但那微眯的双眼却涌现出了一抹寒意。你这是什么意思？听得此话，远古精灵更是吃了一惊。最主要的是，在楚风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竟然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股寒意，这让他们下意识的便感觉不妙。而就在这时，楚风的手腕一转，掌心光芒闪烁之间，王冰之王风魔剑已是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风魔剑一现，顿时掀起翻江倒海之势，平静的水花如同暴怒的蛟龙一般，围绕着楚风滚滚旋转。强大的威势更是将那些围拢楚风的远古精灵纷纷吹散。而这一刻，楚风也终于开口了，他面带笑意，却眼含冰冷目光，扫向众位远古精灵，说道：“你们给了我杀你们的理由，